什么是舞台？舞台上可不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代表空？可不可以只有一样东西，但不代表少？可不可以让时间停下来，但不代表没有事情发生？可不可以让空气凝结，但不代表闷？可不可以像小孩一样游戏，但不代表儿戏？可不可以实现自我，但不代表自我中心？我是林华，第4季什么是舞台？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位德国舞台美学家，就是现身说法，以可以还有可以来回答上面所有问题的卡特琳·布拉克 （Katrin Brack）。当一出戏剧不知道发生在哪里的时候，他的舞台设计师可以怎么样把它呈现在观众眼前呢？《洪堡王子》正是这样的一出戏。虽然剧本里不是没有对场景的交代，而且光从历史背景来说也十分清楚。时间是1675年，主角洪堡王子的原型是来自真有其人的洪堡亲王，地点是现在德国东北部的布兰登堡地区。所以那些发生在剧情中的事件与场景，既可以按照剧本的描述来建造，例如整个剧情是围绕一场战役，主要的场景理应就是战场。可是这部戏的戏剧性并非以刻画战场上的谁输谁赢为主，却是凭借主宰胜利跟失败的人是谁，最高主导跟听命于他的战士有何矛盾，从而带出值得思考的问题。战争对洪堡王子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打赢了重要，还是顺从命令效忠比较重要呢？那首先还是要看战争为什么会发生，这是一个没有任何预设的提问，在他面前没有谁对谁错，只有定义上的原因需要被理清。战争的发生是基于权力的失衡，导致失衡的一方必须要透过强烈的行动去将被剥夺的夺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师出有名。也就是说，他虽然需要被一往无前的精神力量所引领，但是力量的背后却是对信念与理想的维护，以致师出有名的名不能只是名义的名，更不可以是被借用来发动侵略的借口。反过来说，被维护的信念与理想也必须具有现实的依据，而不只是满足个人的自我与幻想。比如说，把自己幻想成为伟大的战士或者救世主，一旦为了实现自己的幻想而美化了战争，所谓的胜利也不能说是一种成功。那失败呢？有没有一种失败能把人从梦幻中唤醒呢？洪堡王子首次亮相也是全剧的第一幕，光着头，敞开胸膛，半醒半睡坐在一棵橡树下，给自己编织着一顶花冠。这个他看在另外一些角色的眼中，包括他的上司选帝侯，都觉得他是生病了。在选帝侯旁边的公主则说他需要医生。选帝侯听了回应说，我认为你应该帮助他，不是用这一颗来嘲笑他。另一位伯爵是把这一幕形容为是这个年轻人脑中的愚蠢行为，附近没有镜子，否则他会像个女孩一样戴上花冠去接近他的爱慕者。而选帝侯的结论是，天哪，我倒要看看他能走多远。所以在这个开场中，我们就可以看见洪堡王子的行为在众人的眼中看起来是荒谬且是不可理喻的失败者，可是在他自己的精神状态里，他却是一个即将戴上花冠的成功者。然而再从梦中回到现实的洪堡王子，却也用行动证明了他的能力。在布兰登堡对瑞典的2场战役里，他都战无不胜。可是接下来他接到的命令是，只有接到命令才能进攻。却由于命令是从外面来的，成功的欲望以及想象早就已经在他的白日梦中播下了种子，所以他违背了命令。即便这场战役是因为他而胜利，但是他因为漠视选帝侯的命令，
独自带领部队投入战斗，而被视为因为个人行为危及了国家的利益与秩序，被判处死刑。一个打胜仗的英雄却被判处了死刑，从英雄的主观角度来看，是不是很荒谬呢？偏偏这又是个现实。所以要一个因白日梦而成功的人接受失败的现实，这到底是他从一个英雄梦回到了现实，还是丢进了一个名叫现实的噩梦呢？这样的悖论放在舞台上，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视觉的元素，不只被看见，还可以被感受得到？现在就让我们先来看看洪宝王子有着怎么样的舞台。所谓看看，其实也没有什么真的可以去看。舞台上除了演员跟黑色的地板，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的意思是，一般用来辅助演出的布景、道具都没有出现在这里。没有，就是说没有实物。实物就是可以触摸得到、可以挪动的东西，它们的存在必然占据空间，它们的数量也创造了舞台的空间感。可是除了没有实物，这个舞台却从来不是空的，但它又同时是空的，因为这个舞台的设计师卡特琳·布拉科以他的设计掌握了剧中最吊诡也是最具戏剧性的那个悖论。这到底是洪宝王子从一个英雄梦回到了现实，还是掉进了一个名叫现实的噩梦呢？现实作为一种时空，并不是实物可以定义的，因为现实作为现实，在不同人的角度下都有自己的解释。洪宝王子的故事看在观众的眼里，如果只是一出戏剧，观众看见的现实顶多只是一场布道，收获的将是一场教训。不管是对于重蹈覆辙的警示，还是对于迷失自我的同情，那都不会是进入到洪宝王子的身心灵去感受、去体会现实对他的冲击。我是在做梦吗？我醒了吗？我还活着吗？这是洪宝王子被执行枪决之后才发现自己已被赦免。那个行刑的枪里面并没有填装子弹，但已足够把他吓晕，在醒过来之后说的一句话。换言之，他如同死了一次再活过来。这种感受换的是发生在身为观众的你跟我身上，除了是有感而发，还有没有更是言语不可描述、不可传达的体会呢？舞台上从演出开始就没有停止下过的雨，仿佛再怎么样的英雄人物都会被大起大落的时代所盖过，故此让人忘记他们的存在。这就是现实大于个人感受的时候。然而当个人变回个人，就像洪宝王子在行刑之前感受到雨水在替他流泪，从昏迷中醒来，第一个感受虽然还是雨水打在身上，但是恍如隔世的他却能从这个感受中获得一种净化。淋雨的狼狈与遭到审判的落魄，淋雨的洗涤与从白日梦中醒来的明白。洪宝王子在被吓晕跟醒过来之间，虽然不知道隔了多远多久，但是雨水却让洪宝王子的觉醒清楚地被观众感受到了。一场雨下2个小时是很普遍的，但是把同样2个小时的雨放在舞台上，观众就能分辨这2个小时的差别了。卡特琳·布拉科就是这样赋予了现实不只是现实的一台雨景，让介于现实与梦境之中的困境和悖论，不只发生在剧中的洪宝王子身上，而是透过观看，我们曾经站在雨中的感受也被唤醒。卡特琳·布拉克的舞台设计如此这般，就把观看与被观看的主体与客体本来的对立合而为一，而这个空到不知道是哪里的舞台，原来就在我们所身处的这里。